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最近大半年的工作就是在人力银行的人力库当中钓鱼，当然不是愿者上钩。人力银行会寄配对信给机构，大致可以分两种，一种是系统主动配对，一种是主动应征，这两种。前者筛选的功能很不好，一天如果有20封履历，可能不到5封是符合社工的资格的履历，所以上班无脑的事就是删除学历不符合的。其次，我的习惯没有自传的履历直接砍掉，有写自传只是通过的最低门槛。安德鲁社工师如何面试新人？这就要说我在文化大学劳工系大3升大4的那一年，在港商的某家大药妆店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实习。文化的学长教我们如何从履历面试新进的员工，因为当时实习的一个工作是要负责面试新店的新进员工。23年前，大多数的人都是用白色字式简单的履历做面试，这个技巧让我受用到现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挑自传里面的问题问面试的人。过去的资讯不太多，现在大多都是用人力银行的系统，资讯更丰富，相对的用心一点的主考官，很多事都可以从网络上查得到。我们开始吧。自传中如何挑选问题呢？有5个常抓包的问题，一定要小心哦。第一个，自传勿过于奇怪。有些自传就是怪，怪在哪里也很难具体的说明。有些人的国文程度太好了，用了许多文字不是平常使用的字眼，陈述事情也比较不合常理。这不是作者故意陈述，而是自然流露的一份自传，用字遣词怪。有些自传看完好像看不到重点，好像活在天上一样。这样的自传会让主考官有一些担心，是不是有某一些状况？第二，宗教价值观勿过于强调。有些朋友的自传中强调从小教育文化与宗教信念，所以助人工作要度化众生。是谁度谁还不知道的耶？或是你曾经应征基督教医院，表明自己是阿们，这就好了。有时候说太多会不太好，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你的面试的主管他的宗教信仰如何。不是基督教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是基督徒，所以太过凸显可能会被主管画叉叉。第三，陈述事件的时候要思考一下怎样写会比较好。有很多人自传会写很多与社工不相干的事情，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很能够吃苦耐劳，把当了洗碗工20年的事都写了上去，这真的是会很傻眼。其实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表示自己很能够吃苦耐劳就好了。有一些人也会写一堆经验，如果这跟面试工作相关性不高，点到就好，不用太详细说明，因为面试官可能会认为会车床跟医务社工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简单带过就好。有些人能力真的很好，国立大学社工系毕业，英文很好，有自己的粉专，
喜欢餐饮业和行销工作。写在自传当中，面试官心里的 OS 是：这次投错履历了吧？但是看履历应征医务社工，说实在的，这样写自传，应该没有人会想找他来面试，因为他的心就不在本行上面。第四，叙述前后要一致。自传是履历的一个部分，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，所以履历的内容要跟自传对得起来。有些人在学历上只写社会工作系毕业，但是在自传上写了会10国的语言，这是怎么变出来的？我们医院确实有些人有语言的天分，会很多国的语言。如果有其他的学历或是如何学习，应该简单交代一下，大家都不想被骗的感觉。有的时候会让人有受骗的感觉，或是还有什么没有说的部分吗？另外一个不一致的是没有交代在学历或经历的时序，上面有空窗期，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黑洞，1、2年不见了，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有交代。第五，前东家负面少提及。某些医院会把病人做记号，以前我们家的小孩子住院，病历上面都有不同颜色的点点，这个就是做记号。原卷的小孩子贴某一个颜色的点点在病历上。现在在医院大多是资讯化作业，大家是看不到点点，但是有不少医院还是会对病人的反应情绪化的字眼，说前一家医院的坏话，抱怨前一家医院的不好，都会在医疗体系的系统中做上记录，为的是防止医疗诉愿的发生。因为你讲别人的不好，也有可能出去讲我们的不好，所以会做上记录，要同仁小心。对于病患是如此，面试新人的时候也是如此。如果你对前一份工作不满，负面情绪比较多，可能都会对自己在寻求新工作中有一些不利的条件，因为你白纸黑字写在自传里面是很容易流传的，而且机构也会担心你是否找一个麻烦进来。说实在话，自传其实不难写，但是要小心诚实写作。机构在面试的过程中，为什么要层层的筛选？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员工，避免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状况发生。如果大家一直找不到一个好工作，请好好检视一下自己的自传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